这两天的缅北果敢很热闹，一边是彭德仁领导的同盟军包围果敢老街，与白所成为首的4大家族形成对峙；一边是大批电诈人员被遣送回国，还有众多明星发辟谣声明，原因是网上传出了这些明星给白英仓的庆生祝福视频。那么白英仓是什么人呢？白英仓正是白所成家的二公子，身兼果敢财政局副局长、苍盛科技园区董事长，而苍盛科技园是老街最出名的电诈园区，臭名昭著的电诈公司凯利国际和白鹤公馆就在这里。之前有关卧虎山庄事件的视频中，我们也提到过，明学昌当时迫于中方反诈压力，想把卧虎山庄的人员暂时转移出去，而转移的目的地就是白鹤公馆，可见这个电诈园区的危害程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白英仓还兼任果敢民兵大队大队长，手下有1500兵力，平时就负责看守园区的电诈人员。缅北战事发起之后，果敢方面才迫于中方警告，开始解散电诈园区，一众明星才不慌不忙地跳出来，轻描淡写的说什么朋友所托不知情，或者是收钱办事的祝福视频。当然还有的明星继续装聋作哑，是不是收钱办事的祝福视频我们不清楚，但有消息说某些明星在电诈园区有股份，这才是你们应该重点澄清的。就算一家普通公司涉及诈骗，严重违纪违法，股东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。你们昨天还在为诈骗集团的开业站台庆贺，今天张嘴撇得一干二净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明星应该起到社会榜样示范作用，你们的所作所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会无限放大。现在果敢方面遣返的这么多涉诈人员，敢说没有受你们影响吗？所以明星这词都被你们弄掉价了。听说白家少爷打发叫花子都给200，给你们的红包至少有100吧，别光说不练，拿出点实际行动学人家刘阿宝，每年为了和闵昂来握一次手，拿一个所谓的缅甸国家宗教最高弘法大奖，还真金白银给寺庙捐10万呢。或者学魏荣、白英兰，人后嘎腰子，人前做慈善。你们对朋友红包明码标价，投资的分红也1分没少拿。现在难道不应该响应国家号召，发挥一下明星的示范作用，多多少少安慰一下那些被诈骗公司坑得倾家荡产的人吗？据说一家诈骗公司每年至少盈利10个亿，可以参照这个最低标准，由各位明星牵头成立一个反诈骗专项基金，一方面可以对被诈骗受害者做一点善后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遣送回国的涉诈人员再教育，真正体现一下明星作用。实在不愿意拿钱的，也可以发挥一下专长。之前有独居老人被骗60万跳楼的，没有子女送终，你们就排队代为磕头吧。当然这2天要排队的不止各路明星，还有云南临沧的高铁站。据公安部消息，缅北累计向中方移交电诈嫌疑人3.1万人，因此全国各地的警察这2天都在临沧认领涉诈人员，堪比春运。有网友调侃，双11刚过，临沧的分检中心又爆单了。由于返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，成了各地警方头疼的事情，公安部还特地起草了电诈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我们知道，电诈分子如果只简单的服刑，只能起到暂时的惩戒作用，不仅给司法工作和国家财政造成负担，而且有些人经过电诈人员的长期洗脑，服法不服罪，难免会成为日后回归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于是网友纷纷献计献策，有说拉去挖煤的，还有说拉去战场排雷的，还有网友说可以发配新疆罗布泊种树，什么时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成绿洲再回来，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。据说那边还有一个北湾蚊子天堂，平均每平方米有1800只蚊子，一巴掌下去能拍到100只，拉去拍蚊子也不错。但问题是电诈人员都分批回乡了，再送到沙漠又得路费，还要解决粮食问题，有点得不偿失。同时惩戒方面应该放眼全球，可以向发达国家取一下经，比如新加坡的鞭刑，据说经历过的人能记一辈子。美国在这方面也很在行，每年都有40-50万人需要社区矫正。当然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，沙漠虽然远了点，但每个城市都有马路吧。城市的环卫工人这么辛苦，大不了到时让他们腾出手来，指导一下电诈人员先扫3个月马路，3个月后进行反诈学习，制定一个考核标准，就按中国驾照的方式，理论结合实践，理论分低于90，或者新技能不熟练的，继续扫马路3个月，直到通过为止。而且每次考核成绩都要家长签字，发挥家庭的能动作用。总之，惩戒办法要人性化，要劳逸结合，要让电诈人员心悦诚服，改掉不劳而获赚快钱的念头，严惩威慑加心理戒断，才能标本兼治。大家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